刚签完几千万的合同，转眼就被裁了。老板说我的年终奖太高，都够交写字楼1年租金，他不想发，让我选放弃年终还是被裁。我选了被裁。半个月后，我上门回收写字楼。既然你都穷得交不起租金了，我帮帮你吧。拿到1500元年终奖的时候，我人是猛的。一个年利润几千万公司的销售总监，年终奖1500，太扯淡了。何况我们团队年前拿下了一个5000万的项目。我抬腿就往财务室走去，刚走到财务门口就听到，我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明白，说白了，你们就是一群打工的，别一天天的狗叫。我弟弟才是公司老板，要认清自己地位。公司提供了平台，才有了你们一碗饭吃。还未等我走进去，里面开始躁动。我们打工的怎么了？没有我们哪有公司的今天？陈姐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什么叫狗叫？我们只是争取自己的正常利益，有什么错？就是，众人纷纷附和。正常利益？公司给你们提供这么好的发展平台，不懂得感恩算了，一天天净想着要回报，一个个的奴才身子主子心。你是老板姐姐怎么了？说话这么难听？你吃粪了？等我推门进去，财务陈姐和说话的小王扭打了起来。我连忙跑去将人拉开，谁料陈姐一把抓到了我脸上。呀，老大破相了，流血了，都别打了。我捂着流血的额头，看着众人的表情，也大概猜到了事情的始末。虽说心中气愤，但为了顾全大局，安抚地看了看大家，示意安静。大家先回去，事情我已大概了解。作为销售部的负责人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叫什么事？年终奖的事情还没解决，自己先破相了。好，老大我听你的，我们先回去。您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，我去开车，你们带老大下来。去医院路上照了一下镜子，得，伤口还不小。内心烦躁不已，接到了老板陈忠的电话。小张啊，你作为销售部的负责人，带头去财务闹事。你到底是对财务不满，还是对我这个老板不满？我自以为跟着陈忠打江山，在他那里还是有点分量的。这话一出，我知道终究还是高估了。我还是压下心中不满，说道：陈总，我们销售部的同事只是去财务问问年终奖，并未闹事，都是误会。毕竟要过年了，大家都想过个好年。陈总，您看，年终奖这是误会。年终奖？你们一个部门的人堵到财务部门口，误会还能让你们销售部的把我解打了，现在还想要年终奖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被裁，要么放弃年终奖。你的年终奖都够交写字楼1年的租金了，你们部门的人既然不听话，这笔账自然要算到你这个领导身上。我气笑了，人无耻则无敌。当初为了这个项目，我喝酒喝到胃出血。陈总，这次的事情我们可以跟陈姐去道歉，但年终奖是我们部门兄弟和我的年终奖，你看是不是兑现给我们呢？毕竟大家都辛苦了1年，我也不好跟手下的兄弟交代。张勇，2个选择，要么离职，要么放弃年终奖，你只能在这2个里面选择，懂吗？说罢那头挂断了电话。我哭笑一下，真是钱难挣，屎难吃啊！句句逼人，不问对错，一味偏袒。算了，还是明天去公司跟他面谈吧。第2天到公司后，就看到人事13手在我办公室门口。本以为陈忠昨天只是说说，谁料到今天直接把我东西打包了。这是在逼我妥协。我阴沉地看着办公室的一切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13一脸愧疚地说：张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是按上头领导吩咐做事，你的东西我都小心打包了。张哥，看我不接话，13继续说道：陈总说你作为公司中层，带头扰乱公司内部秩序，挑起员工事端，让你今天办理离职，条件是年终奖和这个月的工资。13说完，又小心翼翼地看我。这个妹子当初是我招进来的，一直对我恭敬有加。我瞥了一眼她，转身就往总经理办公室走去。哟，张总监，不对，张勇，你这是急着要去哪啊？我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陈辉，老板陈忠的侄子，抱着一堆办公用品来到我办公室门前，身后跟着几个销售部的员工。几人看着我眼神心虚得意，可谓精彩纷呈。小梁我一手提拔的，小贺我当接班人培养。我还没有走，就开始溜须拍马，好得很。一个个的真是打脸，现实真他妈现实，你管我去哪？说罢，我推开站在门口的几人。我是不管你去哪，但你的东西还放着不合适吧？我转头看他，笑了笑，一脚踹开他放在门口的东西，径直走向总经理办公室，任凭陈辉在身后叫嚣。呵，这是准备卸磨杀驴，给他自家人腾地方，再蠢也是该明白了。但我就算走，也不能是这个走法。我走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听到陈忠耐着性子在哄电话那头的人，见到我敲门，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。挂断电话，
喊我进去。小张啊，你是公司元老，作为中层，你要起到带头的作用。你现在纵容手下藐视公司纪律，搞得我现在很难办。昨天给了你选择，你没有珍惜，现在我帮你选了。我眉头一皱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陌生又熟悉。创业时我是他的好兄弟张勇，功成名就我是他挥刀斩的第一人，人性不可赌。如今为了省去奖金，想出如此拙劣的手段，果真人没有最下限，只有更下限。所以，您帮我选了离职。陈忠并未接话，依旧慢条斯理地泡着陈皮茶。我接受你的选择，这也是我的选择，但我们部门员工的奖金要正常发放。陈忠停下泡茶的手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细细打量着我。我迎上陈忠的目光，丝毫未退却。陈忠递过来一杯茶，态度缓和地说道：“小张，年终奖的事情我可以解释。最近公司效益下滑，年终奖能发一点出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顶着银行催债的压力，给大家按时发了工资年终奖，就为了让大家过好年。可你们呢？咄咄逼人，一帮人直接打上财务室。效益下滑？我刚谈回来5000万的单子，特么效益下滑？他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都要离职了，索性直白一点。我刚谈了5000万的单子，怎么会效益下滑？小张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好歹也跟了我那么多年，公司不止一个项目，我作为老板要全部告诉你吗？你带头闹事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现在跟你和气的坐在这里说话，都是之前的情分，你不要不知好歹。说话间，陈忠将面前的桌子拍得震天响，克扣奖金，把销售总监的位置给他侄子，就是想家族化，将我踢出局。再纠缠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但我销售部兄弟的利益要争取。陈总，销售部是公司业绩的核心来源，希望你能慎重考虑。你在威胁我？是。陈忠盘着2颗古玩核桃，往沙发上靠了靠，随后戏谑道：“张勇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你用什么身份跟我谈？喝了几两就醉成这样？”说罢，用手拍了拍我的脸，好好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你的脸面，那是我给的，我不给，你特么算什么东西？敢跟我谈条件？一种巨大的耻辱感涌上头。特么今天不弄死他，我就不姓张。我正要抬手去打他，销售部的兄弟过来拦住了我。几个人死死禁过我的手。老大，消消气，为个垃圾生气不划算，打人可是犯法的，不值当。说话间将我连拖带拽拉出陈忠办公室。对，不值当，我还有老婆和孩子，还有一起打拼的销售部兄弟，我不能自私到为一时泄愤而对他们不管不顾。抚平衣服上的褶皱，看着里面陈忠嚣张的面孔，我笑了笑，转身要走时，陈忠走了出来，讥讽道：“怎么还不服气？”我顺着他的视线环顾四周，里面的一切熟悉又陌生。服气？为什么服气？你得有现在的脸面和地位，也有我的功劳。你现在算什么？飞鸟尽，良弓藏脚兔死，走狗烹。陈总哦，不，陈忠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我们江湖再见，应该说很快就要见了。说罢，我拿起打包好的物品，大步走出了公司大门，将身后的叫嚣抛至脑后。走到门口，驻足向内望去，回首来时路，从无到有，这里寄托了我太多的感情。曾经为了拿下一个单子，我陪对方喝到胃出血，无数次加班到深夜，回家老婆孩子都已经睡着了。孩子对我的印象还是2岁时陪他去游乐场的那次。我放弃身体健康，舍弃孩子家庭，跟随的竟是这样的人。我之前的付出在此刻变成一场笑话，若不是当初我嫌麻烦，不想当老板，才会屈居于陈忠之下。真是跪久了，忘了站起来。是时候做一番事情了，首先就拿陈忠开刀。半个月后，我穿着 T 恤人字拖上门回收写字楼。陈辉一身笔挺西服站在我面前讥讽道：“哟呵，张大总监现在改收破烂了？”是，收破烂，专收你这种破烂。我翘着2郎腿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眼前即将暴怒的男人，十分有趣。你特么一条丧家之犬，说我是破烂，你找死！我一把握住陈辉挥过来的拳头，重重的将人往后甩去。哟，陈总监，这就不行了，得练啊！我笑着拍拍陈辉的肩膀，转身向总经理办公室走去。刚走到门口，看到陈忠在打电话，这次我没有等，直接推门进去，坐在沙发上，顺便泡了一杯普洱给自己，浅浅尝了一口，啧，好茶。看陈忠打电话的态度，可得一会了。离职回家后，我也没闲着，找发小查了一下陈忠。好家伙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不止我老板开上玛莎拉蒂了，老板小三都开上玛莎拉蒂了。我立马把查到的东西发给了陈忠老婆，不用感谢，现代雷锋就是我。听说陈忠老婆收回了买给小三的玛莎拉蒂，还带人把小三打了。看他现在这个打电话态度，
估计是小三在跟他闹，毕竟玛莎拉蒂没有了，老婆也在跟他闹离婚，要打官司把给小三的财产全部追回。听说已经请了业内有名的离婚律师，陈忠就算不死，估计也得扒一层皮了。真是期待。你为什么在我办公室？陈忠终于打完电话，有功夫来看我。陈忠看着我的穿着，目光不断上下打量，眼里闪过鄙夷。没关系，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我伸手递给陈忠一杯普洱，笑着看他，不说话。陈忠有些愠怒，一把抢过杯子，坐在了我的对面。似是想起他才是这间公司的主人，瞬间气场一变，端着茶杯，从头到脚再次将我打量一遍。我起身，360度展示。怎么样，陈总，我这一身是不是低调奢华有内涵？陈忠笑笑，鄙夷地说道：喝半个月不见，你真是穷疯了。要是没钱，我可以给你买套衣服。不是我没钱，是你没钱了。陈忠像看傻子一样看我。我没钱？这么大的公司我会没钱？我一脸认真地看着他，继续说：你都没钱支付我的奖金了，所以我今天上门是来帮帮你。帮我？怎么帮？你是以为公司没有你就不赚了？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，这个世界离开谁照样运转。我摆摆手，不，你说我的奖金跟写字楼1年的租金一样高，你支付不起，所以我今天是来收楼的。陈忠愣了愣，看着我这疯批的行为，并未理会我的话，直接打电话给了保安。陈忠，你尽快收拾东西，1个月后我的公司要开了，地方就在这里，希望你不要让我等。看着门口气喘吁吁的保安，我示意他们离我远点，我自己走。陈忠转身进了办公室，丝毫未将我的话放在心上。当初毕业，我妈想让我自己创业，打工哪有自己当老板爽呢？可我一没有经验，二不想担压力，索性去应聘。刚好碰上创业的陈忠，一顿给我忽悠，加入了他的公司。由于创业初期资金短缺，找不到像样的写字楼，我说服我妈把写字楼低于市场价租给陈忠，怕陈忠为难，与他联系的一直都是我的妈。这一租就是5年，5年里陈忠都跟我以兄弟相称，我妈也未提涨价之事。如今陈忠背信弃义、过河拆桥的做法，不再值得我提供这些。保安一把将我推出了写字楼，没关系，1个月后我将正式上门回收，这只是开胃菜罢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收到了几个销售部同事的信息，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，询问我开公司一事。我当即回复：是的，公司在1个月后开业。几个同事当即回复：愿意加入，不论薪资。这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让我惊喜的是，接下来几天陆续有同事询问能不能加入。上班本就是为了温饱，谁会愿意给一个天天破坏自己还贬低自己的老板打工呢？金钱和尊重总得得到一样吧。如果你给的薪资远远高于市场价，那你的侮辱我可以当做已在薪资中补偿了。但你既不给钱，又没有尊重，这样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价值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当然入职是双向选择的事，他们在选择，我也在选择。像小梁这样我一手提拔被刺我的人，我一口回绝。我是开公司，不是收容所，况且我只是一个拥有7情6欲的人，一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老同事的加入加快了我公司的组建步伐，半个月我就拉起了公司框架，业务还是前公司熟悉的事物。在这半个月里，我开始复盘之前的客户资料，并一一存档，以备后续。张哥，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时间？接到陈忠电话时，我毫不意外。我知道5000万的项目出事情是迟早的事，但也太早了点。原本预期他能撑过1个月，看来比预想的更加废柴啊。对方项目负责人以行事严格出圈，以陈辉的3脚猫功夫拿不下来是意料之中。再加上克扣年终奖的事，底下员工就算能看出问题，也未必愿意去触眉头。这不来找我了，陈大总监，有何贵干？你这一声陈哥，我担待不起，我只是一个收破烂的。张哥，您说的哪里的话，都是小弟我有眼无珠了。现在公司的项目出了问题，想请您回来补救一下。我气笑了，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，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你可能忘了，我已经离职了。张哥，我错了，真的，只要您回来，销售部总监的位置还是您的。我嗤笑一声，如今我不稀罕了，你喜欢就坐着吧。舅舅他不愿意回来，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等对面回复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这报应来得很快，就是不够爽。大抵是作恶太多，沉重的报应真是一轮接一轮。半个月前，工厂安全员小张打电话给我，说财务陈姐，也就是陈忠清姐，把他开除了。开除原因，1个月工资5000块，每天在工厂晃来晃去，没事干。给他这个钱纯属浪费了。为了降本增效，
找了个借口把他这个安全员开除了。我听到之后气笑了，管安全的肯定得跑来跑去，不然待在一个地方怎么看？小张也算是我妈的远房亲戚，当初我觉得他责任心很强，就安排他去了厂里负责安全。事实也如我所想，他在的期间，工厂未出一起安全事故。可就在他走不到半个月，工厂起火了，厂子烧了一大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乐了，真的是裁员裁到大动脉，伤到筋骨了。张哥，今天陈忠姐姐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上班。你猜我怎么回的？小张挂了电话，就给我来了电话，言语里都是喜气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，请你们另请高明吧，我就不浪费你们的钱了，钱就得花到刀刃上，比如工厂着火。对面气的直接在电话里骂起来了，好像陈忠就在旁边，一个劲的骂他，责怪他。张哥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，这话虽损，但话糙理不糙。家族企业的弊端在此刻暴露无遗，个个都想在企业站稳脚跟，想凸显自己的能力。可企业是一个团队，不是你个人的秀场，一个岗位的存在是千百个教训的结果。可笑的是，有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聪明，裁撤了关键的岗位。不过也与我无关，他们花钱买教训是他们的事，我依旧紧锣密鼓的筹备公司开业的事。张勇，你一定要救救公司啊！说到底，这也是你的心血不是？我特么笑了，现在这里面有我的心血了。当初赶我出去的时候怎么说的呢？这不到半个月，怎么就失忆了？陈总啊，我算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是啊，我怎么就……公司没了，谁不都照样赚？今天我可没喝醉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了。我放着免提，听着对面焦急的声音，内心无比畅快。张勇，回来吧，就当帮帮老哥哥，工厂前段时间着火了，如今生产跟不上，对方的项目经理又不好对接。陈忠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嚣张，语气里带着讨好。陈总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我不会回去。如果你是惦记我手里几家工厂资源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惦记了，因为我不会拿出来。我手里确实有几家工厂资源可以代做，但也需要去对接，一般工厂老板嫌麻烦会去接，估计他们对接碰了一鼻子灰。张勇，之前的事老哥哥向你赔礼道歉了。说罢，电话对面传来响亮的耳光。可那又怎样？当初你弃我如敝履，如今跪求我都不会回去。我不再理会，挂断了电话。当初真是多嚣张，如今就有多狼狈啊！啪啪打脸。算算时间，距离1个月时间只差10天了。我让我妈打电话催他们搬地方，如果不搬，租金翻一番。生意人无利不起早，如果能涨1倍，我可以租便宜点的地方去办公，但以他现在的境地也拿不出。很快我又接到陈忠的电话。张勇，你别太过分，你现在是要逼死我吗？瞧瞧你说的什么话，我只是收回我自己家的东西而已，怎么能叫逼死你呢？你这么卑鄙，不怕遭报应吗？我笑对电话那头的人说，论卑鄙还得是你，论报应现在你这就算。对面气急败坏挂断了电话。正好我也不想与他多啰嗦什么，看这个架势，涨租金是不可能了。10天后，我带着一帮工人上门催收了。我先找人把公司门口的牌匾拆了下来，将我新公司的牌匾放了上去，将他们的牌匾轻轻地放在地上。毕竟现在社会强收犯法，但我来收自己的房子合理合法。当然，为了防止他们讹我，全程录像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陈忠姐姐想一把推开工人，奈何力气太小，纹丝不动。张勇，你个下贱小人！哟，陈姐，怎么1个月没见，还满嘴喷粪呢？我抱着胸，看着面前尖酸刻薄的女人。当初为了让她来财务上班，陈忠可是没有少使手段赶走原来的财务总监。财务部在他的把持下，让我们正常的报账工作艰难无比，而陈忠对于他的做法无比支持，毕竟节省下来的都是老板的。陈姐见说不过我，立马扑过来想要挠我。我一闪身钻进几个工人的身后，陈姐上手就挠，可他们不会惯着她，像拎着小鸡仔一样将人拎了起来。阿忠，阿忠，弟弟救我，我要被打死了！远处围观的员工看架势不对，立马给陈忠打电话。张勇，你带着这么一帮人干什么？你现在要对我姐干什么？放开我姐！陈忠疾步走到我对面，叫嚣着让我把他姐放下来。我摇着手里扇子，慢悠悠地说，陈总，放你姐可以，你得跟他说好，不准挠人。如果再挠，我们正当防卫，手底下没轻没重，伤了可就不好了。上次他挠我脸的事，我没找他算账呢。张勇，你放开他，我会约束他。好，我示意旁边的工人放开拎着陈姐。陈姐一回到陈忠旁边，又开始张牙舞张，果然狗改不了吃屎，但她再也不敢贸然出手了。
毕竟被人钳制的滋味可不好受。张勇，你这么大阵仗是来干嘛？我当然是来收楼啊，还能干嘛？说话间，我拿出租房合同，一字一句的念给他，每念一句，对方的脸黑一分。看在我们曾经的份上，宽限我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不好，宽限你就是浪费我的钱。不会浪费你的钱，租金我会补齐的。说完看向陈姐，让她去查账，条件之前已经提了，你们达不到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。搬出去吧。陈忠，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好运气，得到这么一层位置好、价格低的写字楼？现在我要收回这个低价又好用的地方了，因为我的公司要开业了。陈忠不敢置信的掏掏自己的耳朵。什么？你的公司要开业？对，我的公司要开业，地点就在这里，所以请你们立马搬出去，不要耽误我开业。开业的日子可是我妈找庙里大师算的，耽误了我的吉日可不好。陈忠像忽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，大笑几声。张勇，你这是在跟我置气？所以创办公司？回来吧，销售部总监的位置还是你的。不，以后你就是公司的副总经理。怎么样？说完，陈忠一脸笃定地等着我回答。你的公司已是强弩之末，听他这话，感觉还是没有认清啊。当初公司的创办，所有杂物活都是由我包揽，后来公司逐渐走上正轨，我接管了销售部，我的业绩是公司50%的来源，我都不知道当初踩我的勇气是谁给他的。陈总，你不会以为你的公司现如今还是香饽饽吧？陈忠脸上一阵红一阵黑，好不精彩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新开的公司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不过。陈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公司建立是我也是一手参与，当初我没经验也没有资源走到这个规模，如今我有资源有经验，何愁没发展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人。陈忠回头看了眼身后员工，人？是的，销售部的兄弟，大家手里都拿着辞呈，纷纷递给了陈忠，不管陈忠接不接，硬塞到他手里。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小人，会遭报应的。呸！陈姐在不断叫嚣，她忘了，一旦离职，她没有任何可以拿捏他们的砝码。几个销售部兄弟将他团团围住，怒声呵斥：你要再敢胡咧咧一句，我不介意拿针把你嘴缝上。嘴巴要是不想要，直说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再骂一句试试，我立马让你知道我在干什么。陈姐被吓到了，此刻像一只被剪了爪牙的老虎，疲软地站到了陈忠身后。陈忠拿着手中的辞职信，一个一个地念名字，念完后一字一顿地问道：你们想好了？众人不等他说完，齐声回复：是。从这个门出去以后就再也不要想回来，我陈忠不接受背叛我之人。几人不等陈忠说完，一脸欣喜地跑到我身边：张哥，张哥，张哥，真好，曾经的兄弟又可以一起并肩了。陈忠，我公司的牌子已经挂上了，3天，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你不搬，我会强搬。说罢，我带着众人出门去吃大餐。哦，对了，我将雇来的工人留在了公司，以便督促他们搬地方。为了震慑他们，我花钱请的工人都是人高马大，身高185以上的壮汉，现在立在公司门口，想必他们在里面会安全很多。3天后，我回到了公司，看着里面稀稀拉拉的工位上坐着几个员工，我径直走向了陈忠办公室。我要求陈忠立马搬，如果不搬，我会全程录像，强制给他们搬地方。许是看出我的坚决，陈忠要求宽限几日，我应允了，答应让他5日后搬出。公司接连出事，再加上工厂失火，那笔5、7万的订单最终还是没能保住，反而赔了好些钱给甲方。一是未能如期交付，二交付的货物质量不过关。后来我才得知，陈姐当初不仅开除了安全员，质检员也给开了，真的是骚操作不断。他们搬东西那天，各位兄弟都想去看看，我也就随他们一起去了。虽说有些小心眼，但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够恶心。陈姐，您东西都搬完了吗？质检员小谷我也聘请了回来，一个安全负责又认真的员工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我知道他心中有气，便任由他去了。当初离职只给了他和安全员小张1个月的工资。陈姐说话，我们这些吃干饭的现在又上班了，只不过是张哥的公司。陈姐本想骂几句，陈忠直接破口大骂：你当初让你和你儿子进公司，真是倒8辈子霉，听从你的挑拨，任由你们专权，我资产过亿的公司糟蹋成这样。陈姐和陈辉听着这话，两人自觉地将脑袋缩缩，摘得真干净。为了将我踢出局，费尽心机，怎么会落得如今的下场？到如今还在为自己的私信辩解。我不想与之争辩，只是笑笑。1个月后，我的公司开业了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我带着之前的老员工站在台上剪彩，隐约在人群里
看到了落魄的陈忠。半年后，陈忠公司破产，我买下了他的工厂。陈忠苦笑着问我：“张勇，我能来你公司上班吗？当个普通员工就行。”我笑着回他：“不能，由俭入奢容易，由奢入俭难。